今天我们介绍的所有调料都不是传统的中式调料，但我们完全可以用它们轻松地做出地道好吃的中式家常菜，突破你的认知。欢迎回到佳美小厨房，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介绍15种调料，我们按着使用范围、效果、强度等等因素给它做了一个排名，不但会告诉大家这些调料是什么、怎么使用，也会告诉大家从哪儿去买。排名第15的呢是这个法国制造的香油，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在美国的超市里买到了一款法国制造的香油，竟然吃出了我小时候的那种中式的传统的香油的味道，就是特别像我小的时候路过菜市场那个香油磨坊里面现磨的那个香油的味道，甚至于比那个还要浓郁，特别的幸福，就是这种感觉，有机的，而且是经过USDA 认证的，无论是从品质上还是从味道上，它真的都是不二之选，要比亚洲超市里卖的那种香油要香非常多。而且我每次用到它的时候，我都能想到我姥姥给我小的时候做的那个香油炒蛋，就只有用这种特别香的香油，那种自身带有非常浓郁的那种芝麻味儿的香油，才能炒出那种小时候的味道。它在背后写的非常清楚，就是如果你对它的产品不满意，可以随时退你钱。我觉得一般有这种字样的产品，你就闭眼买，肯定没毛病。因为呢，我是在 Costco 买的，所以我当时就怕它断货，我就补了3瓶，一共是4瓶。现在我们家附近的这个 Costco 果然就卖完了。如果你家门口的这个 Costco 有的话呢，你就赶紧去买，不要等，多买几瓶以备不时之需。排名第14的呢，就是这个香菜籽粉，这个在我的频道里反复出现过很多次，而且在之前20个好物推荐里我也推荐过它。几乎每一次处理猪肉或者是带腥味儿的这种带异味的肉的时候，我都会用到它。首先要说明的是，虽然它叫香菜籽粉，但是它的味道跟香菜几乎没有关系，味道差距非常大。其次呢，就是它自身是带有它自身的一种味道的，它这个味道呢和肉的这个腥臊味儿结合在一起，就像发生了化学反应，就像酸碱中和一样，就变得都没有味道了，就是它的味道也消失了，这个猪肉的腥臊味儿呢它也就消失了，同归于尽。对，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棒、非常神奇的这个去腥提鲜的这么一个调料，我觉得它比这个葱姜蒜的去腥的能力要强非常多。这个知识我是怎么知道的呢？我是看这本书，这本书是 DK 他们家出的，这个书里面专门是介绍各种香料，然后它是怎么用，是怎么来的，是怎么回事。这个转盘呢，就其中有一个调料是香菜籽粉，你兑到这儿以后，它会告诉你它能应用的场景和应用的食材都有哪些。是因为我看了这本书，然后我才知道的，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用了一次，发现真的非常好用。它在一般的超市里不太好找到，我们一般购买的渠道呢就是 Amazon。这个立顿出的这种洋葱味道的综合调料包，它有洋葱味儿的，还有这个洋葱味儿的，这个牛肉味儿的洋葱味儿的这个调料包啊，大概就这意思。因为它是综合调料，它里面什么都有。如果你不太会做饭，但你又喜欢吃炖肉，如果你炖起肉来嫌麻烦，懒得去买调料，那我就给你推荐这个东西。这东西非常的简单，你把它放进去，几乎就不需要再放其他的调料了。我们刚刚用它做了一个炖牛肉，就5分钟就能完成啊，剩下的我们都交给 Instant Pot 去做了，特别的简单。如果你用它炖猪肉或者是牛肉的话，就是你放上一包这个，然后再配上伍斯特酱，然后再配上鸡汤，基本上就够了。出来这个肉它就非常的软烂多汁。我觉得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啊，我们借助一些这样的秘密小武器，然后帮助我们提高生活质量，缩短我们做饭的时间，我觉得是对我们的整个生活一个大的帮助。接下来这个呢，是我最爱的一款酱，就是这个韩国的炸酱。平时北方人喜欢吃炸酱面，做炸酱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是2分的甜面酱，8分的黄豆酱。然后我们还要经过各种炒制，葱姜蒜呀，最后才能做出真正的那个炸酱来。那这款酱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已经是把甜面酱跟黄豆酱用一个非常好的比例混合在一起，并且也加入了一些葱姜蒜这样的调味料，所以它已经是一个
炒制过或烤制过的这么一款酱了。当我们在用它做炸酱的时候，就大大的缩短了我们的烹饪时间，而且它自己本身的味道又非常的浓郁。不仅仅是做炸酱，比如说酱烧茄子，我就会用到它。然后我平时做一个什么烧排骨啊，凡是我想让它有一点酱香味儿的，我都会放它。就连我刚才做辣鸭脖的时候，我也放了它，出来的那个味道它就是不一样，它就是有一股淡淡的酱香味儿。我们在美国购买这款酱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任何韩国超市、亚洲超市、中国超市，甚至于日本超市都有卖的。你看你衣服上写的炸酱面。作为一个特别爱吃炸酱面的人，给你推荐这款酱一定不会跑偏的。排名第11的呢，就是这个 Kinder's 的 Teriyaki Sauce。这个呢，让我最惊喜的一点是，我竟然在一个美国超市里找到一个美国品牌的酱料，然后它是日式口味的，可是我拿它用于我们中式的火锅蘸料的时候，发现它是那么的符合我们的传统口味。我这个火锅蘸料就是用它，还有芝麻酱，还有香油，还有意大利黑醋，按着一定的比例，然后调制出来的，真的非常非常好吃。除了能做涮肉的蘸料之外呢，它还能做烤肉的蘸料。其次，它还可以作为腌料，就比如你要做个照烧鸡肉串啊，腌一个猪排啊，你就直接用它腌，腌完了以后用空气炸锅一烤，或用平底锅一煎，什么调料都不用放，出来的味道非常的棒。所以我觉得这些酱料对于厨房小白来说，或者是我们生活节奏比较快的人，我们没有那么多心思跟时间去从超市里买一堆什么葱姜蒜，然后回来切呀弄啊，就是我们没有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用它又简单又省事又好吃。这个牌子的酱料在各大超市都有卖的，但是 Costco 的价格是最划算的，所以就总觉得好吃的酱料会断货，所以通常就会囤一点。就是有的时候朋友来你家吃饭吧，觉得这个酱料这么好吃，你说给你一瓶，是不是？送礼要送到人心坎上。送你瓶82年的 Teriyaki Sauce。它原本的用途呢，就是用于做土豆泥儿或者是煎牛排的时候，最后撒的那个像肉汁又像酱一样的那种龙龙乎乎的那种汁儿啊，然后我们吃起来的味道呢就会更加的丰富。我会把它用于什么呢？就比如我们在炒一个菜需要收汁儿，或者我们做一个汤的时候需要有那种龙龙乎乎的感觉的时候，我就会放它。因为它本身是有很浓郁的一股肉汁儿的那种香味儿，所以尤其是在炒肉菜的时候，给它收汁儿的时候放这个，又能增色，又能提香，还能让它有这种龙龙乎乎的感觉。我觉得它要比淀粉好用非常多，所以这个因为它本身有鲜味儿的感觉。对，那淀粉是没有味道。是的，所以这个是让我非常惊喜的。排名第9的呢，就是这款意大利的辣椒酱，但是它跟我们传统的川式剁椒酱的味道不能说一模一样吧，但是它非常非常的接近，甚至有的时候我就直接管它叫剁椒酱，根本不叫什么意大利辣椒酱。如果你喜欢吃剁椒酱的话啊，你就用它拌米饭都能让你哭了，那就是家的味道。我在吃的肉的这个食谱里边分享过好几个关于它的具体的这个食谱，比如剁椒鲈鱼啊，你想做有剁椒风味的，你都可以往里放。这个辣椒酱真的是绝了。但是如果你所在的城市它没有吹的肉的话，你也不要遗憾。我在 Amazon 上找到一款跟它的这个后面的配料表的成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味道上也应该没有太大区别。它也是意大利的这个辣椒酱。所以如果您要是实在是买不到的话呢，您也可以去 Amazon 上买培根碎啊，这个是老麦的最爱。为什么我要说它是调料呢？是我完全的把它当成葱花去用。就比如说我们在炒菜的时候，什么时候放葱花，理论上就能什么时候放它。它已经是熟的肉干，肉干，然后当它加热，然后遇到油再次烹饪、再次加热的这个过程中，它就会释放它自己独特的一种油脂的那种香味儿。就会让你炒出来这个菜呢特别的提鲜，而且特别的香。比如我们炒鸡蛋，对吧？放葱花，你也可以放一把这个，你去试一试。如果你炒的鸡蛋里边有葱花有培根碎，它出来的味道非常不一样。如果小朋友喜欢吃肉的话，他就会非常喜欢吃这个。它本身呢是自带咸味的，所以你也就不用再放盐了。它呢就取代了盐。炒饭、炒面、炒年糕、炒菜
啊，我都会放它。甚至于煮汤的时候，它原本的使用途径呢，就是用来拌沙拉，还有呢就是做 potato skin 的时候撒在上面的。其实我认识它也是通过 potato skin 啊上面的那个培根碎，我说这玩意儿真好吃，然后买回来一袋，发现它的用途不止于沙拉和 potato skin。这个让我介绍啊。你为什么要介绍这个酱？因为这个酱配米饭特别好吃，所以我建议大家也要尝试一下这个方法，拿一个勺子拌起来，然后一尝肯定特好吃。然后加上刚才那个介绍那个培根碎，可能最好吃。嘿，怎么样？人家出口成章，你是出口成菜谱。大家还记得我朗了多嘤吗？都是你发明的菜谱，好吧？对呀。那现在我可以正式给大家介绍了吧？行。刚才那段掐掉。不要擦掉啦！这个酱呢，在我的频道里出现过非常多次了，然后它的功能和使用范围非常的广。它里面有酱油啊、葱姜蒜呀，还有这个 tomato paste 洋葱啊、米酒啊、海盐呀，所以放了它，你就不用再放其他的调味料了呀。所以它不但可以用来作为这个炒菜用的东西，它也可以用来做腌料、腌肉，是吧？腌完了以后直接一烤。昨天我在做空气炸锅烤鸡胗的时候用的就是它，腌料的时候放的就是它和刚才那个法式香油。做我们中式的烤鸡胗特别香，特别好吃。它的这个头做的，我觉得是唯一值得让我诟病它的地方，特别小，然后它里边的姜呢是姜块，所以很容易就堵住这个口，然后就挤不出这个酱了。它新改的这个版就非常好，它就改成这样的了，这个口变得非常大，使用起来也会非常的方便。所以你看他们家唯一的一个缺点还做了更正和改进，没有理由不买，对吗？然后它除了在 Costco 有卖的呢，在这个 Whole Foods 也有 Whole Foods 的味道和选择的种类呢更多 ，Amazon 也有。哎，所以大家可以买起来。好姐妹，再见吧。呵嘿，行了，没你的事儿了，走吧。再见喽。走。接下来呢，就到了排名前5的酱料了。那么排第5的是伍斯特酱油。伍斯特酱。这个酱呢，其实我非常早之前就买了，但是一直不知道怎么用。直到有一次我们在做炖牛肉的时候放了它，发现炖出来的牛肉软烂多汁，完全不柴。请问是谁发现？是我倒霉的老公发现。学你的。好，它就是酸甜微的辣。它的酸呢就来自于醋，甜呢是来自于罗望子酱，辣呢就是来自于这个 chili pepper。它这个辣是非常淡的，就如果你要用于炖肉啊什么的，它通过炖煮啊，它几乎就不太吃到辣味了。然后它的这个味道呢也会慢慢的融入到这个肉里边，因为它里边有酸嘛，所以你放进去以后，它能非常好的软化肉质。当我们在吃一切炸物的时候，炸鱼啊、炸猪排啊，我们在上面撒上这个酱，非常的解腻，因为它是酸甜口的，就是你再配合这个炸物吃起来那个味道就是升天了。最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它竟然可以用来调酒，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血腥玛丽就是用它调的，所以它的用途真的是非常的广泛。很多上海的朋友呢就认为它跟上海辣酱油是划等号的，就是在我这里我是没有办法同意的，因为它的配料表上的每一个原材料都和上海辣酱油的原材料是没有一个原材料是一样的。你只能说它可能在味道上有那么一点接近，因为都是酸甜辣，但实际上它酸甜辣的比例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非要说它俩味道是划等号，是可以互相取代的，我是不太同意的。但你就要那么用，我当然也没有意见了，但是我一定要跟大家解释清楚这一点。这个呢才是真正排名第5的，刚才那个伍斯特酱是第6，我搞错了。我还想说，那它改名叫6斯特酱。没听说过。这个呢是意大利黑醋，我已经用它完全取代了陈醋。这个意大利黑醋呢，它是用葡萄酿制，所以它有一股果香的味道，而且如果你细品的话，它还有淡的甜味儿。比如我炒一个菜，我不想让它有甜味儿，但是我要放一点糖让它提鲜用的，那我就放这个醋就行了，就不用再放糖了，所以就节省了我做饭的步骤。
我买的这个醋呢，它是 Kirkland Costco 自有品牌，它是有机的。像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我自己自制的一款非常好吃的火锅底料里面也是放了意大利黑醋的。那么这个醋呢，它有2种形态，一种是这是纯液体的，还有一个呢是这种浓稠版的，挤出来以后就有点像酱的那种感觉。那它并不是因为添加了增稠剂它变稠的，而是它熬制的这个时间给它加长，这样的话呢，大火收汁儿。哎，对，它就是一个收汁儿的过程，这样呢它的液体就被蒸发掉了，所以它就更加的浓稠，它的味道也会更浓郁，就是甜味儿跟酸味儿都会更强烈一些。通常呢，我们也是炸物啊、沙拉呀、吃饺子，我特别喜欢用这个酱，然后再搁一点蚝油，再搁一点蒜泥，然后一搅就特别好吃。排名第4的呢，就是这个 tomato paste， 这个呢，在我的视频里出现的次数太多了，我就不赘述了。通常我一旦开始炒番茄了，就会放它。它里边是不含防腐剂的，它就是纯的这个番茄做成了泥。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做饭神器，像我平时调饺子馅儿，还有做牛肉丸子都会放一点。所以提到牛肉丸子呢，我就给自己做一个预告，下期节目里面我就会用Costco 的各种肉给大家展示最简单最好吃的空气炸锅无油版烤丸子，就是大家不要错过，那个绝对会让大家惊艳的。因为我已经算了，我就不说了，再说就剧透了。这种包装呢，它就打开以后，如果你不吃，它可能会比较容易坏，就有人就会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啊。所以我给大家在推荐这个 Trader Joe's 他们家的这种像牙膏似的这种比较容易储存，像挤牙膏一样的嘛。然后也是建议大家，不管是这种管状的还是罐头状的，我们尽量的开封之后呢，都放到冰箱里去储存。排名第3的呢，就是各种的汤，这2个呢都是鸡汤。那超市里也有卖牛肉汤的，还有蔬菜汤的，甚至于还有海鲜汤的。之前我在做佛跳墙的时候，也用到了超市里的那种鱼汤。今天呢，我就重点介绍一下鸡汤。因为我觉得无论是炖肉还是炒菜还是煮汤，还是鸡汤的味道最鲜美，它远胜于牛肉汤和蔬菜汤。我主要购买渠道呢就是 Costco， 但是只要是你在美国，所有的超市里几乎都有卖这些汤的。鸡汤分为这个 stock 和 bone broth。bone broth 呢就是鸡肉跟鸡骨一起煮的，它富含的胶原蛋白啊、蛋白质啊，还有各种营养物质呢都更丰富一些，而且它本身呢非常的浓郁，味道呢也更浓郁。虽然这个比这个要贵，但是我觉得用起来它真的是物有所值。这 stock 是鸡骨和很多蔬菜放在一起去炖的，所以它的味道呢就没有这个 bone broth 这么浓郁，它也很鲜美。然后它的汤呢比较清亮，如果你不喜欢那种浑浊的质感呢，你就可以用它，它就相对清亮非常多，而且它的价格呢也确实更划算一些。最后呢，我再啰嗦一句，这种盒装的高汤是不含任何防腐剂的，但是如果你已经打开了的话呢，就一定要放到冰箱里去储存，并且要在1个星期之内把它用完。排名第2的呢，就是各种姜泥蒜泥。近半年以来，我的每一期美食视频里，只要用到姜蒜的，我都会用姜泥蒜泥，所以导致我每一期视频底下都有人问我，请问姜泥蒜泥在哪购买的？所以我要借助本期节目，好好的给大家讲讲这个姜泥蒜泥。首先，这种管状的姜泥蒜泥在奥迪、沃尔玛还有 Target 都可以买到。那么我最推荐的就是奥迪的，因为这个是他们家的自有品牌。首先它是有机的，所以在质量上我觉得它更好一点。其次呢，就是它本身的这个质感呢是这种颗粒状的，所以它的姜味跟蒜味呢也会更加的浓郁。如果你家附近没有奥迪的话，你也可以去沃尔玛和 Target 购买。Trader Joe 本身它也是卖姜泥蒜泥的，是这种盒装冷冻的，所以我每次用的时候并不是那么方便。还有一个就是我在炒菜或者拌沙拉的时候，我就没法用它，我还等它化。但是煮汤、炖汤，你放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还有自己的方便程度去选择。包括 Target 的这个蒜泥也是一样，它也是冷冻的，而且它这里边也是块状的。所以如果论这个浓郁的程度呢，那肯定是这种冷冻的这个更加浓郁一些。我希望大家通过我的频道可以找到不一样的做饭方式，可以让大家发现，哎，原来可以这么简单，原来可以这么省事儿，原来做饭好像也没有那么困难。我们也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我们是妈妈，我们是爸爸，但我们同时也是自己。我希望大家不要把做饭当成一个负担，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好玩的事儿，乐趣。哎，
这就是我做这个频道，做这期节目的目的。排名第一的，我觉得非它莫属。喷油瓶直接一喷，它那个油就像喷雾一样，就非常均匀的喷在了食材上面。当然也有一种油瓶是可以喷的，可是那种是喷不均匀的。超市里买这种一次性的喷油瓶是可以喷得非常非常均匀的。现在我只推荐鳄梨油的喷雾，为什么呢？首先，鳄梨油的烟点非常高，富含的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它的烟点可以达到500华氏度，所以理论上我们用空气炸锅、平时炒菜都是够用的。那么我们在炒菜的过程中，越不容易产生油烟，那我们做出来的菜就越健康，这个大家都是有共识的。通常这个鳄梨油的这个喷油罐它是不含助推剂的，虽然它喷出来没有含助推剂的那种喷出来的均匀，但我觉得也足够用了。因为有一些其他的喷雾油呢，它也是不含助推剂的，所以怎么区分呢？就是一般有这种一个弯头的这样的，它就是不含助推剂的；一般是直的那种圆头的，它就是有助推剂的。所以我到现在为止，我用的最满意、最好、最喜欢的就是鳄梨油的喷雾剂。那说到购买渠道呢，那非 Costco 莫属了，因为真的是物美价廉，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你去其他超市也有卖的，但是价格就会贵很多。本期节目呢，介绍的是突破你认知的这些调料。那么下一期节目呢，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真正离不开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会从更科学、更营养、更健康的角度给大家逐一分析，所以不要错过。